乌军完全控制苏甲，一次俘虏102名俄军。乌军打到莫斯科是真是假？英国坦克攻入俄领土，俄军战略轰炸机坠毁，布什号航母装备世界首个无人机控制中心，德国购买价值50亿的爱国者导弹。8月15号，乌克兰对俄罗斯库尔斯克州的友好交流行动取得了显著进展。乌克兰包括5个机械化旅、3个空降突击旅和若干独立营在内的进攻部队，已完全占领了第一个主要定居点苏贾镇。不仅如此，乌克兰军队还俘虏了驻守该镇的许多俄士兵。据报道，乌克兰特种部队在苏贾陷落时俘虏了102名俄罗斯士兵，这是自俄乌战争开始以来最大规模的一次特别俘虏行动。这些被俘的俄第488摩托化步兵团的士兵自述了他们是如何成为俘虏的。他们的平均年龄非常年轻，大多为18到30岁，一些人刚刚加入俄罗斯军队，开枪的次数呢仅在个位数，而且装备极其简陋。随着乌克兰旅的逼近，第488摩托化步兵团处境艰难，在火力上被乌克兰第88机械化旅压制。488团的一部分在之前试图撤退，但逃跑的俄罗斯士兵被为克林姆林宫效力的车臣封锁部队拦截了，并且逼迫返回前线。所谓的封锁部队是一种比较文雅的说法，说白了就是督战队。在苏联和俄罗斯的传统中，督战队通过威胁、逮捕来强迫士气低落的部队作战。事实上只要动用预备役部队，俄罗斯必定会搭配督战队，因为相比受过良好训练的专业士兵，训练不足的预备役更容易在遭到攻击时逃跑。然而，强迫第488摩托化步兵团返回战斗，并没有提高他们对抗第88机械化旅的胜算。第488团的一部分士兵在临近的俄罗斯部队控制了一条撤退路线后，就迅速地从苏贾撤退了。但是还有一部分士兵被乌克兰进攻先锋的特种部队抓获，不知道是幸运还是不幸呢？正如第488摩托化步兵团对预备役的严重依赖导致了他们在苏贾的失败一样，随着乌克兰入侵进入第2周，俄军的尴尬瞬间会越来越多。因为现在克里姆林宫正在将更多的预备役派往库尔斯克，包括莫斯科、列宁格勒、加里宁格勒、斯维尔德洛夫斯克、摩尔曼斯克和萨马拉州，转移今年春季召集的士兵到库尔斯克，以增加他们的部队力量。克里姆林宫违背其政策，迫使预备役部队前往库尔斯克前线，很明显地说明了现在俄罗斯已经陷入了无人可用的境地。因为俄罗斯之前太过自信了，把战线拉得太长，其所有部队都投入到了战斗之中，一旦出现大规模转移，则会导致原本稳定的东部战线也有爆发风险的可能。根据 CNN 的报道，一位美国的情报人士表示，我们尚未看到俄罗斯部队的大规模调动，无法判断这是因为他们刚刚开始调动部队，还是因为他们根本没有部队可以调动。最近互联网上有消息传出，一支乌克兰小队摸到了莫斯科附近30多公里的地方，用无人机攻击了俄罗斯的契卡洛夫斯基机场。不仅如此，普京在核战争时的座驾伊尔96也在本次袭击中受损。大兵看到这条消息心中也是一惊，如此之大的捷报，为什么没有权威媒体报道？抱着深入了解的想法，大兵开始查找这条信息的来源，却发现事实好像和我想的不太一样。8月12号上午6点，亲俄的一个电报频道发布了一段视频，表示在契卡洛夫斯基机场地区，一架乌克兰无人机遭到了轻武器的袭击。但视频中仅能看到夜光弹，并没有看到任何无人机。同时，视频中也只有枪声。通过夜光弹的弹道判断，当时仅有2把轻武器在开火。而到了上午8点，亲乌的新闻网站乌克兰新声音就发布了类似消息，同时又根据另一个电报频道新增了几段视频。这3段新增的视频可以看到，在不远处的楼顶有一架悬停在正在闪光的亮点，不是 UFO 的话，那应该就是无人机了。同时，通过亮点可以判断，这架无人机距离拍摄者及地面的距离非常近，大概是不超过100米。同时，视频中虽然有声音，但是可以明显听出和第一段视频区别非常大。无论是射击的方式还是声音，也没有看到夜光弹的弹道。
最后一段视频有隐隐约约防空警报的声音，感觉是从非常远的地方传过来的。该新闻网在最后暗示，契卡洛夫斯基机场是普京停放末日飞机的地方。而英国媒体也在差不多的时间发布了类似的消息，引用了一张去年的乌克兰袭击该机场的图片，标题却写着乌军袭击了该机场，内容却和上文相同，当了一次标题党。随后更多的新闻自媒体加入其中，将上3个新闻混为一谈，编造出一场乌克兰小队渗透莫斯科37公里，袭击俄契卡洛夫机场，重创了普京末日飞机的大戏。甚至因为没有卫星图片可用，他们大多数引用的都是去年的图片。大兵想说的是，作为一个以新闻为内容的频道，应该确保内容的准确性和真实性。当然，为了流量，在标题上玩玩花样也就罢了，毕竟大兵也经常当标题党，但是内容上还是不宜报道二手或者是未经证实的消息的，更不宜为了讨好俄乌某方的支持者添油加醋的编造新闻。说实话，新闻内容有误情况很难避免。大兵之前在视频里也说了，俄乌之间的信息战正处于最高峰的时期，各种真假消息乱飞，令人眼花缭乱。但大兵相信，只要对每条新闻都追根溯源，避免二手新闻的添油加醋，就能最大程度的在自己的视频中为观众展示真实的战况。8月15号，天空新闻台与英国广播公司同时报道，一位英国的可靠消息人士证实了，英国的挑战者2重型主战坦克已经悄然地跨越国界，踏入了俄罗斯的领土，直接参与到乌克兰军队对俄库尔斯克地区的攻势之中。这标志着英国坦克首次在俄罗斯土地上展开了实战行动，这是从1812年英俄战争结束以来，英军装备第2次进入俄罗斯领土。然而，关于这批坦克是如何穿越防线、何时抵达库尔斯克以及确切的坦克数量，目前仍笼罩在层层迷雾中，外界无从得知详情。英国国防部对此保持缄默，仅简短回应称政策未变，拒绝深入讨论作战细节。乌克兰武装部队方面也同样选择了沉默。此前，英国政府已经明确表态，乌克兰军队有权在俄罗斯领土上使用英国提供的武器装备。这一立场在乌克兰对俄罗斯领土发起进攻后，被英国政府部门再次重申，强调乌克兰有权利用这些武器对抗俄罗斯的非法侵略，进行自卫。即便是乌克兰军队在俄罗斯境内的行动，也同样适用于上述原则。早在2023年初，英国便宣布将向乌克兰援助14辆挑战者2坦克。在同年9月，一辆挑战者2坦克在乌克兰本土的战斗中被摧毁，这是该型坦克的首次战损记录。挑战者2从1998年起服役，以其卓越的装甲防护、先进的火控系统和另类的120毫米 L30A1 线膛炮著称。挑战者2的装甲采用了称为乔巴姆的复合装甲，能提供极高的防护能力，尤其是在面对反坦克武器时，这种装甲不仅能抵御动能穿甲弹，还能对成型装药破甲弹有很好的防护效果。挑战者2凭借其强大的火力和防护能力，在库尔斯克州的前线作战中，可以为乌克兰地面部队提供重要的火力支援和防护。其高精度的坦克炮能够有效打击俄军的装甲目标和阵地，削弱敌方的防御力量。库尔斯克州的战斗涉及了乌克兰军队的快速推进和俄军的顽强抵抗。挑战者2的重型装甲使其能够在敌方密集的防线中穿插和突破，为后续部队打开通道。挑战者2装备了120毫米 L30A1 线膛炮，使用尾翼稳定脱壳穿甲弹和高爆反坦克弹，其穿甲能力和精度极高。挑战者2还配有先进的火控系统，能够在移动中精确打击目标。俄军的 T72 和 T90 坦克则配备了125毫米 2A46 滑膛炮，能够发射多种弹药，包括穿甲弹、反坦克导弹。这些坦克的火控系统相对较新，但是在复杂环境下的精度和反应速度可能逊色于挑战者2。挑战者2拥有强大的乔巴姆复合装甲，尤其是在正面防护方面，能够有效抵御大多数反坦克武器的攻击，包括 T72 和 T90 的主炮。这种装甲为挑战者2提供了极高生存能力。T72 和 T90 的装甲防护也不容小觑，尤其是 T90 配备了接触5反应装甲和主动防护系统。
然而，这些系统在面对挑战者2的先进穿甲弹时，可能仍然存在脆弱性。挑战者2相对于 T72 和 T90 更重，这可能在机动性上稍有不利。然而，挑战者2的引擎功率和悬挂系统设计良好，能够在崎岖地形中保持较好的稳定性和速度。T72 和 T90 相对更轻，机动性更强，特别是在快速部署和战术机动中表现突出。而在库尔斯克是一场在城区内的防守争夺战，这或许会导致俄坦克的机动性是无处可用。在遭遇战中，假设一辆挑战者2与数辆的 T72 或 T90 相遇，可能会出现以下情况：在远距离交战的情况下，挑战者2凭借其优越的火控系统和穿甲弹，在远距离上首先开火，并可能击毁一辆 T72 或 T90。由于 T72 和 T90 的火控系统相对是不如挑战者2先进的，在远距离交战中，他们的命中率可能较低。而在中近距离交战情况下，俄军坦克有机会在较短时间内接近挑战者2，他们可能会尝试利用数量优势和机动性绕到挑战者2的侧翼或者后部，试图攻击其防护较弱的部分。然而，挑战者2的炮塔旋转速度和先进的装甲防护仍然使其具备反制的能力。同时，挑战者2在遭遇 T90 发射的反坦克导弹时，凭借其复合装甲和反应装甲，依旧能够抵挡多次进攻。而当前乌军入侵库尔斯克州的背景下，挑战者2可以凭借其火力和防护优势，在与 T72 或 T90 的交战中占据上风。然而，数量上的劣势和地形限制可能要求乌克兰军队在战术上要更加灵活，以充分发挥挑战者2的优势，并弥补其机动性不足的劣势。一架图 22M3 战略轰炸机在俄罗斯联邦伊尔库茨克地区的切列姆霍夫斯基地区坠毁。当地媒体报道称，这架飞机在空中起火，然后开始迅速下降。轰炸机坠毁在了米哈伊洛夫卡村附近。据目击者称，飞行员设法弹射，但是他们的状况仍然未知。有俄媒宣称，这架轰炸机可能是由于技术故障而坠毁的。美国海军乔治布什号航母现在已经成为第一艘配备完整专用无人空战中心的航母。新控制室将成为平顶甲板上操作未来无人机的神经中枢，包括无人驾驶的 MQ-25 黄鲷鱼加油机和基于航母的协同作战飞机。海军计划最终将其所有的尼米兹级和福特级航母都配备 UAWC。海军表示，无人作战指挥系统当前的主要目的是帮助扩大航母空中联队的作战范围，并减少 FA-18EF 超级大黄蜂的战斗机空中加油的机会。黄鲷鱼还将具备2次情报、监视和侦察能力，并且有可能作为远程打击平台。就 UAWC 而言，现在美国海军的计划是在明年年初，布什号将率先在海上测试该控制中心的作战网络。根据美国国防安全合作局15号的消息，美国国务院已经批准向德国出售最新型的爱国者导弹，这笔交易可能价值约50亿美元。根据公告，向德国出售的武器将涉及600枚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制造的爱国者 PAC-3 增程导弹。美国务院于8月15号通知国会，国会正在决定是否批准这笔交易。德国今年在其爱国者防空和导弹防御能力上投入了大量资金，因为它向乌克兰派遣了爱国者雷达和发射器，以支持该国抵抗俄罗斯入侵。今年3月，德国订购了价值12亿美元的爱国者系统，7月又订购了12亿美元的系统组件。将这2份合同结合起来，雷神公司将向德国提供8个完整的爱国者系统。雷神公司本月早些时候还从北约获得了一份价值4.78亿美元的合同，用于补充德国运往乌克兰的爱国者制导增强导弹。该合同源于乌克兰、丹麦、荷兰、挪威这些国家已经同意为采购导弹提供资金，以补充北约的整体库存。爱国者在乌克兰的亮眼表现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新关注和潜在客户，德国是爱国者的长期使用者。洛马公司现在每年可以制造550枚导弹，而在2018年，该公司每年只能制造350枚。目前，洛马计划在23年在位于阿肯色州卡姆登建造新的生产设施，
使爱国者导弹的年产量增加到每年650枚。本期视频到此结束，欢迎各位留言讨论，我是大兵，我们下期再见。